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问路的常用中文。小美啊，今天我们聊聊问路吧，这很实用呢。是啊，大明，学会问路真的太重要了，尤其是在陌生地方。对，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请问，这表示礼貌。没错。请问某某在哪里？是最基本的问法。比如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这个太常用了。哈哈，是的。还有地铁站怎么走？也是常问的。怎么走就是问路线，对不对？非常关键呢。对啊。然后我们可能需要方向词，比如直走。直走就是一直往前走，不要拐弯，是吧？然后就是左转和右转这两个词了。还有往左拐或者往右拐，意思差不多。是的。那如果说往前走，是不是也是直走的意思？对的，往前走就是朝前面方向走，很清楚。那如果我想问一个商店呢？比如超市在哪里？你可以说请问附近有超市吗？这样更自然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附近这个词也很有用呢。没错，我们还可以问银行、医院或者邮局怎么去。请问最近的银行怎么走？听起来很棒。对，那如果想知道距离呢？比如说远不远？啊哈，可以说离这里远吗？或者大概多远？如果对方说不远，那可能就是不行可达。如果太远，我们可能就需要问交通方式了，是吗？是的，可以问坐公交车方便吗？或者打车呢？哦，那听懂方向也很重要，比如在旁边是什么意思？在旁边就是指在某个东西的侧面，离得很近。明白了。那在对面呢？就是街道的另一边吗？完全正确，在对面就是隔着一条马路或者街。那前面和后面就比较好理解了，指前后位置。是的，如果听不清，可以说请您再说一遍好吗？这个很重要，有时候对方说得太快，很难听懂。或者直接说不好意思，我没听懂也行。诚实的表达自己没理解，对方也会帮忙的。当对方指路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看手势来理解。对，肢体语言有时候比语言本身更直观清晰。指路人可能会说到红绿灯路口左转，这个路口是？路口就是两条路的交叉点，通常有红绿灯。明白了。那我们听懂了之后，应该怎么回应呢？可以说哦，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或者谢谢您。谢谢您，麻烦您了。这样更显得有礼貌。是啊，感谢他人的帮助是很基本的礼仪。如果不太确定，可以重复一遍方向来确认，比如是直走吗？这个方法很好，可以避免走错路，节省时间。问路不仅是问方向，也是一种人际交流呢。所以，友善和礼貌是问路时最重要的态度。没错，有了这些常用中文，问路就没那么难了。今天的分享真的很有用，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短语。下次出门，大胆地用中文问路吧。拜拜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尽管问吧，没关系。如果我没完全听懂怎么办？没听懂啊，你可以请他们再说一遍。哦，就是说请您再说一遍。对，或者能请您说慢一点吗？这个很实用，我常常听不清。慢慢说，你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。理解了。那如果还是不明白呢？还可以问一些具体的地标。比如附近有什么明显的建筑吗？对呀，或者离这里远不远？这样
就能更好地判断方向了。是的，问路就是要多交流。那如果我们要问路去某个商店，你是指具体店名还是类型？比如去一家咖啡店，怎么问？可以说请问星巴克怎么走？哦，直接说店名就可以啊。对，或者附近有咖啡店吗？那如果想找洗手间呢？这个也很常用，请问洗手间在哪儿？在哪儿是问具体地点。没错，非常直接明了的问法。这个学到了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些常用的方向词，比如往东、东南西北，这些词是不是也重要？当然，它们是基本方向词。但是有时候分不清东西南北啊。没关系，可以说往前走，往后走。哦，用前后左右更简单些。是的，这样沟通起来更方便。那如果问路的人看起来很忙，我们可以先问打扰一下，请问。这样显得我们很有礼貌。对，先表示歉意，再提问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。还有，问路时表情也要友善。微笑很重要，让人感觉舒服。没错，态度决定一切呀。我明白了。那如果迷路了？迷路了，可以问最近的地铁站。或者公交车站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公共交通是好帮手。这样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。即使不回家，也能去别的地方。对了，手机导航和问路哪个好？导航方便，但问路能练习口语。而且问路也能感受当地生活。是啊，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体验。我觉得问路能认识新朋友。是啊，有时候还能遇到热心人。这让旅途更有趣了。对了，要是听不懂对方说的呢？哦，这确实是个问题啊。可以请他们再说一遍吗？怎么说呢？请再说一遍。或者麻烦您再说一遍。还有更客气的说法吗？请问您能慢一点说吗？啊哈，这个很实用。也可以说请写下来可以吗？哦，这个方法很聪明。对呀，有时候看比听更清楚。要是对方不会写呢？那就只能多听几遍啦。或者用手势比划一下。没错，肢体语言很重要。我明白了，要灵活应变。对，问路也要有耐心哦。是的，问路的时候不能着急。那如果问到的是错误方向呢？那就再问一次别人。多问几个人会更准确。这也是一种经验积累吧。对呀，每次问路都是学习。问路的时间有讲究吗？晚上问路可能会有点不方便。为什么呢？人少吗？对，人少，而且有些地方光线不好。白天问会更安全一点。而且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。这个细节我没考虑到。是啊，细节决定成败呢。那除了问路，我们还会用到什么词？比如，请问这里离车站远吗？远和近很重要。还有左转、右转、直走。这些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啊。没错，记住这些就没问题。如果要去洗手间怎么问？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很常用。或者厕所在哪儿？也可以。是的，都可以理解。我觉得问路真的很有趣。是啊，能发现很多惊喜。每次都像一次小冒险。哈哈哈，形容得很贴切。那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去问路。
哦，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哦。我们可以假装迷路，然后练习。哈哈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是啊，这样我们就能学得更快。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方式。对了，如果别人说的太快怎么办？你可以说请再说一遍。哦，或者请您说慢一点。没错，这样对方就会理解的。那如果我还是没听懂呢？可以问是在这条街上吗？哈哈，用肢体语言也行吧。当然可以，指一指方向。比如指着前面问是这边吗？对，这样交流更直接有效。我觉得问路还得注意礼貌，这是肯定的，很重要的一点。比如先说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或者请问一下也很常用。那问完路后要怎么感谢呢？当然是谢谢或者非常感谢。这些小细节也很重要啊。是的，能让人觉得你很友好。对了，我想问问其他地点怎么说？你想问哪种地方呢？银行？比如请问银行在哪里？没错，医院、邮局也一样问。电影院、公园呢？也差不多。对，句式都是一样的，很方便。那如果我想去最近的地铁站呢？请问最近的地铁站在哪儿？公交车站也是公交车站在哪？是的，问法都很有规律。我发现中文问路还挺有逻辑的。那如果我想知道有多远呢？你可以问这里离那儿多远？走路大概需要多久？可以吗？完全可以，问时间也很关键。这样就能更好的规划行程。是啊，这能让你心里有数。我还想知道在旁边怎么说。那就是在旁边，很直白。在对面呢？是不是一样？是的，就说在对面就行。那在附近怎么表达呢？在附近或者在周围。感觉这些词语也很实用呢。它们能让你的描述更具体。我觉得这次学到很多东西。是啊，问路确实内容很丰富。那我们下次可以继续练习。我期待我们的迷路之旅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尽管问我吧。我想知道，如果迷路了怎么办呢？啊哈，那要先找个路人问问。对，但怎么问才更礼貌呢？你可以说打扰一下，请问。打扰一下，请问后面接什么？后面就接你要去的地方喽。比如，请问火车站怎么走？对啦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很标准。那如果对方说的太快怎么办？你可以请他们说慢一点啊。怎么说请说慢一点呢？就说请您说慢一点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很实用。是的，别不好意思开口问。那如果我还是没听懂呢？没听懂的话，可以请他们重复。请您再说一遍，是这样说吗？没错，或者请您重复一遍。好的，这些都很重要啊。问路技巧要掌握好呢。那直走怎么说比较自然？一直往前走或者直行。一直往前走听起来更口语。是啊，日常生活里常用这个。那左转和右转呢？就说往左转和往右转。哦，加上往字会更完整。对，这样表达很清晰明白。那过马路怎么说呢？过马路就是过马路啊。我还以为会有别的说法呢。简单直白才是最好的表达。哦，说到这个，那红绿灯呢？红绿灯就叫红绿灯呀，哈哈。
哈哈哈，我真是想太多了。没关系，多问多学是好事。那十字路口怎么表达？就说十字路口就可以了。这些词汇真是很直接啊。是啊，中文问路就是这样。那如果我要问离这里远吗？你可以说远不远，或者有多远。远不远？这个很简洁呢。那大概要走多久怎么说？可以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这个也很实用，学到了。还有呢，问路时要保持微笑。对，保持礼貌是很重要的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啊？你问吧。如果我想问洗手间在哪里怎么说？哈哈，这个很重要。可以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很实用。或者更直接一点，就说厕所在哪里？厕所这个词感觉更口语化一些。是的，都很常用，看你习惯用哪个。那如果对方指路，我没听懂怎么办？没听懂，可以礼貌地问能再说一遍吗？能再说一遍吗？这个很好，很礼貌。或者说不好意思，我没听懂。哦，对，先道歉再问，这样更好。没错，保持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哈哈哈，你还把美德都搬出来了。这是实话嘛，问路确实要客气点。确实是。那如果对方指路特别快呢？可以说请您说慢一点，好吗？请您说慢一点，这个也很直接有效。是啊，越直接越好，不用绕弯子。对了，如果我问的是一个店名呢？你可以说请问某某店怎么走？请问某某店怎么走？很清晰。把店名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那如果我想问附近有没有超市呢？可以问附近有没有超市，或者附近有超市吗？附近有没有超市？这个很自然。对，问有没有是很常见的句式。我明白了。那如果我想去银行呢？问最近的银行在哪里，或者银行怎么走？最近的银行在哪里？这个更具体。是的，问最近的能帮你找到最近的。挺好的，这些表达都特别实用。还有，如果对方指了方向，你要确认呢。哦，这个也很重要。怎么确认呢？你可以重复一遍，或者指着方向问是这边吗？是这边吗？这个手势加语言很到位。没错，肢体语言在沟通中也很关键。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问路技巧呀。别忘了，最重要的是开口问，不要害羞。对，勇敢迈出第一步，这是关键。问路也是和当地人交流的好机会呢。哈哈哈，还顺便练习口语了，一举两得。是啊，所以问路一点都不可怕，反而很有趣。确实，我感觉自己现在信心大增了。那太好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迷路了。嘿嘿，是啊。那如果我想问时间呢？你是说问路途需要的时间吗？对，比如这里到那里要多久？之前我们说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。哦，对，这个很实用，我记住了。记住了就好，非常实用。那如果对方说走路10分钟，是不是也表示时间？对，是的，走路10分钟就是时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明白了。还有，坐车5分钟也是一样。看来时间表达方式很多。是啊，掌握这些就够用了。对了，如果我听不懂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你可以请他们再说一遍。怎么说呢？请您再说一遍。没错，
或者请您说慢一点。哦，这个也很实用，我记住了。还可以说对不起，我没听懂。这样对方就会更耐心一些吧？是的，他们通常会理解你的。这个很重要。那我明白了。那我们再复习一下方向词。好啊，我有点模糊了。向左转和向右转。左转、右转，这个我记得。还有一直往前走呢。一直走，就是不拐弯，对吧？对，就是笔直的走下去。哦，明白了，非常清楚。那如果到了目的地附近呢？比如看到什么标志物？你可以问这里是某某吗？请问这里是图书馆吗？对，或者某某在哪儿？哦，这个也很方便实用啊。确保你找到了正确的地方。哈哈哈，避免走错路了。是啊，提前确认很重要。那听懂了方向之后呢？你可以谢谢对方的帮助。谢谢你，是最简单的吧？是的，非常礼貌和常用。礼貌待人是基本原则。没错，给对方留下好印象。那如果对方指的方向很复杂呢？别急，我们可以用手机导航。哦，对哦，手机是很强大的。可以打开地图，让他们指给你看。哇，这个方法太聪明了。视觉辅助比纯听觉更直接。是啊，图文并茂更容易懂。即使听不懂，也能看明白。这样我就更有信心问路了。记住，问路不是一件难事。记住，问路不是一件难事。对啊，感觉学到了好多技巧。是的，多练习就会更熟练。我会记住这些实用建议的。别忘了基本的礼貌用语哦。请问和谢谢是必须的。还有清晰的表达需求。对，说清楚要去哪里。如果听不懂，可以请求重复。不好意思，您能再说一遍吗？这句话非常有用，记得用。我把它记在心里了。很好，实践是最好的老师。看来我下次出门会更有勇气。没错，大胆的去尝试吧。我想问路能让我认识新朋友。哈哈，这倒是个意外收获呢。也能更好的了解当地文化。你的想法很有趣，小美。因为问路就是一种互动啊。是的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感觉这次学习很充实呢。今天的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我觉得肯定会很有用的。尤其是在陌生的城市旅行时。对，再也不怕迷路了。遇到困难，主动寻求帮助。真是学到了很多宝贵经验。问路不只是一种语言技能，更是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非常好的总结，小美。我现在感觉充满了信心。那就太好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今天是不是聊得差不多了？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感谢大明哥今天的精彩讲解。谢谢小美提问，让节目更生动。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到大家。记住，大胆开口，礼貌问路。祝大家出行顺利，旅途愉快。今天的分享非常有价值。没错，掌握这些中文不难。只要多说多练，就会熟悉。希望大家能学以致用。遇到问题不要怕开口哦。对，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。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下期再见，大家再见。好的，拜拜，下期见。